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中方表示，中国高度重视预定年内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欢迎博雷利金秋访华。就在上个月，两人曾在印尼雅加达会面。王毅当时提醒欧方，尤其要警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使去风险变成脱钩断链的代名词。中欧近期频繁互动，对外释放了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在与王毅的通话中，博雷利首先对中国近期发生暴雨洪涝灾害表示深切慰问。博雷利强调，欧盟坚定致力于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他指出，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对立，而是互补关系，都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王毅则表示，中欧双方要开展更多机制性对话，把疫情3年中欧之间缺失的交流功课补起来，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通话中，双方都强调了高层引领对于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性。王毅表示，中国高度重视预定年内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期待会晤为中欧关系和双方合作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博雷利高级代表金秋率团访华，并举行战略对话，通过广泛深入交流，为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博雷利也表示，期待尽快访华，并同中国开展战略对话，共同筹备今年欧中领导人会晤，推动欧中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大家也知道，博雷利2次来华不成，第一次呢是想来，他因为新冠疫情；第2次呢因为其他原因吧，他就推迟了。所以这次通话实际上是双方中欧关系再对表。从我们方面来看呢，实际上是想为这个年末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呢做出一个充分的沟通和准备。从欧盟来说呢，他们也想跟中国夯实友好关系。中国这方面主要还是为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希望欧盟得到支持呢，做一些充分的沟通和协调，所以这次的会呢还是正逢其时。实际上，3周之前，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王毅与博雷利进行了会谈，针对欧盟6月底发布首份经济安全战略提出的去风险说法，博雷利当时对中方表态称，欧中脱钩不现实，也不可能。他表示，中国首先是欧盟的重要伙伴，这一定位十分清晰，也十分明确。全球产供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欧盟不支持阵营对立和平行体系，去风险绝非针对中国，欧盟从无意阻碍中国的发展。王毅当时告诉他，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欧方应进一步明确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定位，推动中欧关系在现有基础上向前走，不能摇摆不定，更不能鼓励开倒车的言行。当前尤其要警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使去风险变成脱钩断链的代名词。中欧的交流更显现出一些紧迫感，就是双方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官员的互动交流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表明中欧都希望通过这个良好的合作来巩固或者弥补过去失去的东西。去风险说法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提出，当时中方就表示反对，指出所谓去风险的本质是脱钩断链的翻版，是去机遇、去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博雷利的涉华表态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在欧美舆论场颇为普遍。有分析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典型的既要又要心态，说白了就是两边的便宜都要占。但在具体操作中，往往会用行政干预市场的粗暴手段对企业采取胁迫措施，因此在他们本国的商界内部，反对声浪很大，很多跨国企业负责人还亲自飞赴中国开拓市场。欧盟本身是一个还复杂的一个行为体，它内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对欧盟的情况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避免一小撮人把去风险变成去中国化这么一种走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尽量发展好跟法德等大国的关系，同我们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南欧国家呢，我们也想发展这种合作关系，那么使这个主流是成为合作，去风险呢成为末流。这个是我们发展欧洲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点。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也认为不应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棋子。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今年6月，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早餐会议上，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外交官就明确警告欧盟官员，不要效仿美国的狂热做法。其中一名外交官直言，华盛顿方面认为，在与北京打交道时，安全考虑优先于经济考虑，这显然与欧洲的实际利益不符。根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期的一项调查，多数欧洲民众将中国视为盟友或必要的合作伙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继续推动脱钩断链。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发布新的行政命令，针对美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合资企业投资中国的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领域。据悉，美方将对美国资本投资中国的敏感技术进行严格审查，实际上就是想减少中国科技产业获得的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认为，美方的措施十分激进，在这一点上，欧洲是有不同看法的。美欧之间在防范中国的风险问题上是有相似的诉求的，但是呢，他们又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欧洲更想从中国做生意呢获益，不要把风险过度的夸大化。美国呢是，实际上是把风险过度的泛安全化，就是大的风险、小的风险一同防范。这点是美欧之间不同的有不同的诉求的。未来我看呢，我们就和欧洲之间呢要增信事宜，充分缓解欧盟对我们疑虑。实际上，美国科技产业界也强烈反对脱钩断链，因为投资中国不仅可以获得市场，还能与中国的产品研发保持沟通。实际上，在许多领域，中国企业逐渐占据先进地位。年初以来，已有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商界领袖密集访华。欧洲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都带来了商界天团。Both the US and the EU said they want to de-risk but not decoupl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at does this mean in concrete business terms? And I think a lot of the drama surrounding that question about de-risking is exactly because we have not yet given the concept a lot of content. So not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dramatically change or even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overall trading pictur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王毅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话时，邀请他金秋访华。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看来一波三折的博雷利的这个访华行程呢，终于是敲定了，就在今年秋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周呢，在联合国总部开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呢也特别向媒体喊话，期待王毅能够在今年秋天访美，期待能够在美国延续两人在北京的重要对话。但是呢，布林肯也承认邀请还没有获得中方的回应。那在我看来，这两个秋天的对照很耐人寻味。虽然状况不断，但是呢，博雷利他对推进访华行程信心满满，而且呢表现出极大的迫切性。确实是因为此行呢议程重大。细读这份通话的通报，那么博雷利他访华至少有3大目标任务。首先也是最紧迫的，是为预定连累进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打前站做协调。王毅强调，这次领导人会晤将为中欧关系与双方合作发挥战略引领。其次，同中方开展战略对话，并且呢寻求开展更多机制性的对话。王毅就此生动表述，要把疫情3年缺失的功课给补起来。那么最后呢，是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要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可能会有人认为这第3项的目标任务有些虚，但是呢，必须要指出，在欧盟率先喊出所谓去风险目标，并且呢正在推动制定对华新战略指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博雷利金秋访华，他的相关表态与动作，无疑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也因此，我认为博雷利他在通话中就“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表态是有相当信息含量的。